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香港掀起了一波漫画改编电影的热潮，题材类型丰富多样，其中不乏经典之作。今天阿里就带小伙伴们回顾那些由漫画改编的经典香港电影。我已经暗恋你很久了。毙了他！漫改经典之才疏之横扫千军。本片改编自许冠文的抗日漫画《才疏》。这个许冠文并非冷面笑匠的那个许冠文，他是香港上世纪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。其创作的才疏系列是中国抗日漫画中的经典，曾风靡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香港。影片由徐克监制，他同时和程晓东联合导演了本片。故事背景设定在民国初年，溥仪受日本人控制，在伪满洲国建立了毒气基地，用华人来做实验。石天饰演的才疏是个退伍军人，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下，和张学友饰演的小狗熊、袁洁莹饰演的天凤等人组队，历经多番艰险，摧毁了日军的毒气基地。本片虽情节老套，也有不少漏洞，但枪战和武打场面设计得颇有新意，颇具观赏性。徐克式的幽默也让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变得趣味性十足。那些会错意的尬聊和精心设计的桥段均充满了笑点。因出场人物较多，剧情发展较快，人物塑造方面稍显单薄。不过梁家辉饰演的反派阴险毒辣的日本人板横正却是一大亮点。而影片以漫画的形式作为转场，也带来了别样的戏味。你怎么样？如果你中了20枪，你会怎么样？周川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孟波，我先走一步了，你答应我照顾我的妹妹慧香。漫改经典之《城市猎人》，本片改编自日本漫画家北条司的经典漫画《城市猎人》。原著中的主角孟波英俊潇洒、正直善良、勇敢且身手不凡，唯一缺点就是好色。他是个专门替人排忧解难的自由全职杀手，被黑道称为城市猎人。本片由王晶导演，成龙饰演的孟波虽与原著相似，都是放荡不羁、风流成性，但始终摆脱不掉成龙的标签，更像成龙而非孟波。毕竟成龙的电影有成龙2字就足矣，其他的不必太在意。王祖贤饰演的慧香青春靓丽，邱淑贞饰演的雅子性感迷人，两位女神也抢了成龙不少风头。黎明饰演的高达飞扑克的动作也是帅得不要不要的。影片延续了王晶一贯的喜剧风格，成龙也在片中发挥了不俗的搞笑功力。全片除了轻松幽默，还将大量的日漫风格游戏元素融入到了香港本土电影中，使得影片内容既新颖又丰富，娱乐性与观赏性极强。漫改经典之《刀剑笑》，本片改编自冯志明的同名漫画。上世纪80年代，漫画《刀剑笑》在香港人气极高，与《中华英雄》并称香港武侠漫画的2座高峰。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设置，都堪称中国漫画史上的经典，更是创造了连载时间长达16年却依旧受到读者追捧的神迹。本片由黄泰来执导，刘德华、林青霞、徐锦江分别饰演了原著中的3位武林高手笑三少、明剑和横刀。片中3位主角的造型堪称经典，但遗憾未能挖掘出原著中的角色神韵。华仔潇洒倜傥，但流于表面；林青霞玉面冷峻，但过于木讷；横刀霸气侧漏，但沦为了酱油角色。故事情节有些突兀，片末揭开悬念时也显得软弱无力。动作场面可圈可点，满足了观众对于武侠世界天马行空的想象。总的来说，本片并不算太出彩的漫改电影，但仍然给不少影迷留下了经典的回忆。你能不能对皇家警察有点信心啊？不是没有信心啊，你帽子把眼睛遮住了，怎么看得见啊？漫改经典之《流氓医生》，本片改编自日本漫画《流氓侠医》，但影片的故事、人物背景均香港本土化，严格来说是借鉴了原著漫画的主题，与原著几乎没有关联。影片由李志毅导演，梁朝伟、刘青云、钟丽缇等主演。梁朝伟饰演的医学天才刘文，因帮自己同学兼好友杜德伟饰演的左子杰背黑锅，放弃了自己大好的前程，在香港鱼龙混杂的红灯区行医，为草根平民看病。
他遵循自己的内心，表面上过着混乱颓废的生活，但通过剧情的不断发展，观众渐渐发现，在刘雯玩世不恭的表象背后，藏着的却是一种豁达与睿智的生活态度。梁朝伟在本片中将刘雯一角诠释得很出彩，叼着香烟弹着吉他，或是戴着墨镜弹着钢琴，将角色的放荡不羁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但同时他的眼神里又透露着洞悉人间世事的豁达。还有刘青云饰演的憨厚神经质的小警员，许志安饰演的单纯及彷徨的实习医生等一众角色，均被塑造得立体饱满。整部影片风趣幽默，不乏有趣的对白，而且还内含了不少值得大家去思考的生活哲理。手术成功，不过病人已经死了。啊？没有。当然没有，你这么笨怎么当医生啊？你要是那么厉害，你叫耶稣下来修电梯啊！你跟苏哥很熟啊？是啊。帮我谢谢苏哥。漫改经典之《古惑仔》，本片改编自同名漫画《古惑仔》，原著是一部以三合会为主题，讲述黑社会恩怨情谊的香港漫画，由牛佬文启明主编，伦玉国主笔。牛佬虽以《古惑仔》漫画闻名，但他并非黑道中人，反而是香港漫画界少有的文质彬彬的有学之士。《古惑仔》漫画面向成人读者，但并非以是杀是黄来博取眼球，反而更着重刻画人性、权谋，是一部注重文戏且具有一定深度的漫画，与我们熟悉的《古惑仔》系列电影有着不小的差别。刘伟强在拍《古惑仔》时，虽运用了写实的手法，但还是刻意渲染了黑社会的江湖世界及陈浩南等一众主角，以低俗暴力的方式着重描绘了江湖恩怨。影片看起来非常的炫酷凌厉，但也失去了原著的精髓。不过这并不影响《古惑仔》成为一部史诗级的港式青春片。对于《古惑仔》电影的负面影响，时至今日我们已没有必要再去讨论。谁的青春没有激情与热血、冲动与迷茫？将社会问题矛盾的全部责任转嫁到《古惑仔》电影，未免有失公允。不可否认，《古惑仔》电影带来了诸多争议，但电影的经典程度却是无可争议的。经典漫改之《风云雄霸天下》，本片改编自香港著名漫画家马荣成的经典武侠漫画《风云》，原著聚焦聂风和步惊云两位主角，牵扯出了一段传奇的武林故事。影片截取了原著中风云联手对抗雄霸的故事进行改编，还删除了原著中重要的角色段浪，但故事改编的既丰富又完整，即使没看过原著的观众也不会看得一头雾水。片中郑伊健饰演的聂风、郭富城饰演的步惊云、千真一夜饰演的雄霸等角色形象均深入人心。特效制作方面，在当时的香港来说，可谓精良的大制作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就是与现在的某些国产特效大片相比，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对于香港影坛来说，本片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漫改经典之《中华英雄》，本片改编自马荣成的成名经典漫画《中华英雄》。原著漫画曾在香港漫画出版史上创下过一期销售20万本的佳绩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与《龙虎门》《醉拳》《如来神掌》合称香港漫画的4大名著。刘伟强自《风云》票房大获成功后，紧接着开拍了本片。因原著主角华英雄的故事时间线跨度较长，电影有限的时间无法完整呈现。刘伟强提取了人物的精髓，对故事进行了较大的改动，人物的刻画、情感的渲染，比起《风云》更加细腻。郑伊健饰演的华英雄一角也堪称经典。本片中的特效在现在看来可能有些拙劣，但在当时看来，特效与武打结合的已经相当完美，使得动作场面更加华丽。但且刘伟强也并未滥用特效，虽然本片也以特效著称，但相对《风云》来说则更加质朴。就算调到250匹 ，FC 的马力还是太大，时间太长，轮胎磨损的太厉害，不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漂移，所以最后2个弯才是决胜的地方。
漫改经典之头文字 D， 本片改编自重野秀一的经典同名漫画。原著漫画以独特的故事风格、充满青春活力的人物角色形象受到读者的青睐，成为日本赛车漫画中最受欢迎的一部。本片由刘伟强和麦兆辉联合导演，整部电影都在日本取景，片中场景颇为精致，特别赛车场面中电脑特效的加入，让影片中的赛车镜头惊险刺激、赏心悦目，令观众在感官视觉上都得到了享受。而周杰伦、陈冠希、余文乐等众多明星的加盟，更让本片卖点十足。剧情方面虽然去掉了几场原著中的经典比赛，但剧情的发展还算紧凑顺利，其中也不乏港片中惯有的轻松幽默。影片整体也基本呈现出了漫画的感觉，而陈光荣为本片所创作的配乐也相当经典，为影片增色不少。好了，本期的盘点就到这里。如果小伙伴们还发现了更经典的香港漫改电影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就赶紧动动手指关注一波吧，那里还有更多精彩盘点等着大家。